Hello， 大家好，我是蜘蛛。火影的战斗受情报、人数、克制关系等多种条件影响，最后的胜负往往会受到争议。维埃罗与迪达拉一战便是其中之一。这场战斗大家争议的点有5：一是迪达拉事先就得知了维埃罗的情报，而维埃罗对迪达拉却一无所知，双方信息不对等。2是迪达拉没带够气泡粘土，准备不充分。3是迪达拉需要活捉维埃罗，不敢下死手。4是维埃罗保护村子，分心且被动。5是维埃罗有主场优势。带着这些争论点，我们就来复盘一下战斗，看看战局到底更有利于谁。那么一键3连后，开始本期视频吧。为了捕捉一尾人之力维埃罗，1属2人组来到了沙隐村。先觉得迪达拉气泡粘土带少了，可能会不够用，但迪达拉却说他准备了杀手锏。也就是说，迪达拉虽没带够气泡粘土，但却提前准备了 C3， 所以这能说迪达拉准备不充分吗？随后在谢的帮助下，迪达拉成功潜入沙隐村，但很快便被维埃罗察觉到了。上期我说这里是维埃罗靠沙的感知能力发现迪达拉的，后来我翻了下资料，其实不是，沙感知这个人数叫前沙会苗，收录在正之书里而不是者之书，说明这一时期的维埃罗并不会这个人数，是后期才学会的。能发现迪达拉是因为维埃罗看到了迪达拉的大鸟，而这种鸟是沙漠里没有的，这才引起了维埃罗的警觉。维埃罗抵达战场后，为了不让战火殃及村子，直接将迪达拉赶到了高空。有多高呢？目测离地面至少300米。维埃罗、迪达拉两人都拥有高空作战的能力，那大家是不是就以为扯平了，谁也不占谁的便宜？然而并不是，高空作战其实对维埃罗比较不利，因为沙子必须要从数百米的地面运送上来，之后还要一直维持在空中，才能方便随时使用，这是非常耗蓝的。像通常的低空作战，维埃罗发动沙暴大战后的沙子扔地上就行了，但在高空可不行，要一直抬着沙子，所以战斗从一开始，维埃罗的查克拉就已经处在持续快速消耗的状态中啦。战斗来到第1阶段，维埃罗发动大量沙子捕捉迪达拉，但迪达拉坐着鸟儿，速度很快，机动性很高，维埃罗根本抓不到。迪达拉在躲避沙子的同时，投放出了鸟形炸弹，直捣维埃罗。可 C1 炸弹的威力毕竟有限，破不了沙之盾的防，这也不奇怪，毕竟中号的 C2 连佐助的翅膀都炸不烂，再打好点的才能毁掉佐助半边的翅膀。这种小型 C1 炸弹就更不值一提了。看着维埃罗被沙丘包裹了起来，迪达拉便认为这样维埃罗会失去他的视野，于是便放松警惕。但维埃罗早就放出了第3只眼盯着迪达拉，随即沙弗劳便攻了过来。迪达拉在被沙子封锁的最后瞬间，引爆大鸟逃了出来。这里可以看出，普通沙子的防御力比较一般， C2 级别的炸弹可以炸开，但等着他的是维埃罗的葫芦沙，一个沙符就捏断了迪达拉的左手。但就在这时，迪达拉依据现状和战前小组织提供的情报，迅速推断出捏他手的沙子和维埃罗贴身防御的沙是同一种，那些速度慢、防御差的是普通沙子。于是迪达拉当机立断，在葫芦沙里混入了小型蜘蛛炸弹。这里提到的情报仅仅只是维埃罗随身背的葫芦里装的一定量的沙子而已，但最关键的葫芦沙有别于普通沙，这点是迪达拉自己在实战中分析出来的，所以事先的情报作用不大，主要还是迪达拉自己够聪明，看着自己一直破不了防，迪达拉便掏出了他事先准备好的 C3， 这是混入他最高程度查克拉的炸弹。这之书上用最强级别的爆炸力来形容 C3， 而 C3 的目标不是维埃罗，而是整个沙隐村。迪达拉要拿村子为筹码来迫使维埃罗露出破绽。此时镜头终于给到了地上的沙人，由于迪达拉他们飞得实在太高了，沙人们根本支援不到，只能干瞪眼。维埃罗所谓的主场优势也仅仅只是可以直接调用沙漠里现成的沙子而已，但是之前与军马吕一战里我们也看到了，维埃罗是可以破坏地形来自己造沙的。要制造这种规模的沙子，对维埃罗来说并不困难，也不费时。看看当初打军马吕时造的沙量可比现在多了，所以维埃罗的主场优势是有，但真的不大。此时最震撼的一幕来了， C3 急速降落，沙隐村命悬一线。维埃罗用巨量查克拉调用海量沙子挡下了 C3。是的，迪达拉用最高程度的查克拉捏出来的最强级别的 C3， 仍破不了维埃罗的防。而且这些沙子 99% 都是普通沙子，这说明什么？说明迪达拉即便带够了粘土，能多捏一些炸弹，还是破不了防呀。所以活捉维埃罗根本不能说是迪达拉手下留情的理由。回到战斗上来，维埃罗这发空沙防壁的代价就是直接缺蓝。夏忍时期的维埃罗查克拉量已经是满值了，应付日常战斗完全有剩的。风影时期那肯定只多不少，那为什么这里维埃罗缺蓝了呢？我最早就说了，因为维埃罗在战斗刚开始调用的沙子是一直被维埃罗抬在空中的，
这下又调用了大量沙子，而普通沙子的防御力又很低，乌埃罗势必会在里面加入大量查克拉来增强防御，蓝就这样被耗掉了呀。所以刚刚还一脸镇定的乌埃罗现在已经气喘吁吁了，这次的消耗确实太大了。但正在这时，迪达拉抓住了进攻的机会，鸟形炸弹飞到沙丘的缺口，贴脸爆炸。可即便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葫芦鲨依然来得及防御，但这不重要，迪达拉目的已经达到。几只迷你小蜘蛛从沙丘内部钻出，乌埃罗关在沙丘里面吃满了伤害，但是虽没了沙之盾的保护，可别忘了乌埃罗身上还有一层沙之铠甲，这点可是迪达拉不知道的。从沙之铠甲的破损程度可以看出，迷你蜘蛛的威力不及五门小李，所以炸弹不可能伤得乌埃罗太深。事实也是如此，乌埃罗被炸后虽然元气大伤，但意识仍然很清醒。真正压断他最后一根稻草的是悬在村子上空那海量的沙子。为了不伤到村子，乌埃罗用本就不富裕的查克拉艰难地将沙子落到了村外，这段距离其实还挺长的。最后查克拉被榨干的乌埃罗才真正失去了意识，被迪达拉擒住。这里的重点就是让乌埃罗倒下，不是被炸的，而是查克拉耗尽了。从沙子挡住 C3 到乌埃罗被炸的这段时间，海量的沙子也是被乌埃罗查克拉抬在空中的。你可能会说，正是迪达拉炸伤了乌埃罗，乌埃罗觉得自己不行了，才开始着手转移沙的。那我也可以说，正是之前乌埃罗查克拉消耗太大，才让沙之铠甲达不到常规的防御水平。但不管怎样，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村子的拖累。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村子，乌埃罗从一开始就不用拉着迪达拉去高空，也就没了长时间抬着沙子在空中的消耗。其实像乌埃罗、迪达拉、小蓝这种能飞的忍者，一般也只是低空作战，距离地面30米左右就行了，太高了反而容易丢失敌人的视野。但为了不殃及村子，乌埃罗不得不飞到高空，后面防御 C3 转移沙子，榨干乌埃罗查克拉的也是要保护村子。没有尾数化也是因为要保护村子，毕竟守候不会飞，把它叫出来村子也是会遭殃的。所以村子的掣肘对乌埃罗的战斗影响实在太大了。如果这是野外遭遇战，迪达拉破不了防，那乌埃罗根本没办法。迪达拉的查克拉没有乌埃罗多，粘土也是消耗品，耗是不可能耗得过乌埃罗的。唯一的突破口就只有 C4 和自爆了，但 C4 有2个缺点，一是它和 C3 一样是投射型炸弹，没有翅膀不能飞，迪达拉扔出去就会掉下去。第二，它是膨胀后爆炸的，有延迟，等 C4 炸开时，乌埃罗可能就不在 C4 的攻击范围了。乌埃罗虽然没有白眼血灵眼，看不到分子炸弹，但 C4 一直膨胀，是个人也会躲得远远的吧。乌埃罗只要一直和迪达拉保持在同一高度， C4 就很难伤到乌埃罗。不过 C4 毕竟是个阴招，迪达拉又很聪明，还是有机会阴到乌埃罗的。总之2个人的实力就是一个级别的。没有船的迪达拉在粘土没带够还有活捉的情况下就能干掉乌埃罗那样轻松，大家觉得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智居。提到火影动画原创剧情，那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有被动画组倾尽全力美化洗白的角色，也有被无情打压抹黑的角色。也正是因为原创篇章不用受限于岸本的原著漫画，所以剧情或多或少就会受到导演和编剧的个人喜恶的影响。那本期视频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被动画组针对打压明显的角色吧。第一个就是乌埃罗。吃了不是木叶忍者的亏，乌埃罗分到的原创戏份其实并没有多少。可即便如此，动画组的魔爪也没有放过乌埃罗。最早就是第一部末尾的降之国篇，动画组为了让木叶还杀引人情，强行安排了乌埃罗3姐弟吃瘪的剧情，好让木叶来援助他们。最坑的就是动画组照搬了隔壁海贼王里沙子怕水的设定，强塞给了乌埃罗，理由是沙子遇水变重就不能控制了。乌埃罗可以操控沙子，怎么就不能操控稀泥巴了呢？人家沙子里掺入了更重的沙精都照样用，这点水又算得了什么？ TV 402集，动画组故技重施，再次搬出沙子怕水的设定，来瓦解乌埃罗的沙之铠甲。看看这水量，还没有街上洒水车喷得多吧？正因动画组的误导，乌埃罗怕水盾这个设定也就3人成虎，被不少人当真了。好在博文传里删除了这个设定，沙子在大瀑布之术里也能随便使用了。这还不算什么，在7尾篇里，乌埃罗被他们村的一个和尚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和尚还一传二，把乌埃罗和风2个人助力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最后还是靠宁次帮忙才得以脱困。这剧情要是放博文传里，怕是早就被带节奏全网黑了吧？你说博文传里乌埃罗被虐吧，对手好歹也是个大头目，打不过又不丢人，可你这个和尚又是个什么东西？念念经就轻轻松松把乌埃罗和风给干掉了，就很离谱啊。第二个就是小樱，
虽然小樱在漫画里的表现本就有不少争议，但动画组推波助澜也不容忽视。他们给小樱加的戏啊，基本都围绕拖后腿、撒泼打人、上唇背丘3点展开，这在片尾小剧场里尤为明显。只要小樱出场，那10有8九都在打人或砸东西，活脱脱一个不讲理的泼妇形象。我猜动画组一定是觉得这样很搞笑，才如此乐此不疲吧。另外，我也有理由相信，动画组里混入了不少夹带私货的民营党。他们原创了大量民营暧昧互动的剧情，甚至不惜删改漫画。比如在鸣人修行逢等螺旋手里剑期间，原本漫画里是小樱看着相片撕恋佐助，从分镜到意境都很美，可动画则将这段删除，改成了小樱给鸣人送饭。这些虽算不上是在黑小樱，可无奈有些观众总是爱把自己带入鸣人之中，然后剧情每每又是小樱在拒绝鸣人的示好，那自然会厌恶小樱。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他们总喜欢把自己带入鸣人而不是佐助呢？和小樱同病相怜的还有锦叶，由于捆绑朱露蝶和小樱，锦叶的原创戏份也非常多，但和小樱一样，基本也都是在拖后腿、犯花痴、撒泼。比如在三尾片中，木叶需要去捕捉三尾，但是漫画里已经确定了三尾是被迪达拉抓走的，所以这次任务注定是要失败的。那这锅到底谁来背呢？金樱、小樱肯定不行，他俩是顶级医疗忍者，查克拉控制的太好了。雏田是动画组的亲女儿，当然也不行，所以就只好甩锅给金叶咯。于是就有了后面一系列金叶因控制查克拉不精细以及分心不专注的问题，致使封印失败的剧情。可是新转生和医疗忍术都是对查克拉控制要求很高的忍术，前有者之术盖章金叶的医疗忍术精准度之高，后有无限连接数万名联军，金叶的查克拉控制又怎会差呢？其实像这种单独的原创篇章还比较容易分辨醉雅、小李这些角色，动画组虽然给他们加了不少戏份，但他们却并未因此收获多少人气，因为这些剧情对他们的实力和形象并没有正向提升，真的不如不加。第4个，团藏。虽然岸本在漫画后期就试图亡羊补牢，甩了很多黑锅给团藏，但不少都是形势所迫，还在可接受范围内。大和纲手他们对团藏的评价整体都还是偏正面的，可是卡卡西暗部篇和右真传这2个高人气原创篇章，却丧心病狂的给团藏泼进了脏水，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全安在了团藏头上。比如团藏派大和去追杀大手丸，暗杀卡卡西，抢夺卡卡西的邪灵眼，在又完成灭族任务后派根去刺杀右等等，这些逆天剧情全是动画组搞出来的。其中最让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团藏为夺取火影之位，让大和去暗杀3代。两人虽政见相左，但毕竟是从小长大的情分，团藏不至于置3代于死地。再加上火影之位需要村里全体商人一致同意，就算杀了3代也于事无补。团藏本就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动画组可能就是看团藏又老又丑又没有人气，就无脑针对他吧。最后一个就是带土，虽然带土在我这里永远洗不白的，但是有些不是他做的事，还是要拎出来还他清白的。在漫画里，带土提到过右曾杀死了他的恋人，于是在右真传小说中，作者石野龙就安排了宇智波拳这个角色死于右之手。虽说是小说原创，但也并未脱离漫画。可动画组怎能容忍他们的亲儿子右有这样一个污点呢？于是就干脆甩锅给了带土，把杀害拳的罪名推到了带土身上。其他剧情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很多原创篇章我也都只看过一遍，如有遗漏，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补充。就这样，下期见。